喂！开始之前，咱们先对齐一下颗粒度。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是不是早就破裂了？你的房子跌了多少？啥时候才能涨回来？本期节目，我们就从民间买房故事入手，再分享2位经济学家的结论，以小见大，去聊聊中国楼市那些事儿。第一个故事，21年为了结婚，咬牙上了一个213万的车，首付70万，贷款143万，每个月还款将近8000块。23年初搬进去，24年初2个人分手，7月175万挂牌，结果客户还价150万，去掉房贷本金136万，中介费、手续费，到手余额不足10万，粗粗一算，2年亏掉100万。100万什么概念？一个月工资8000的话，我得领10年。第二个故事。身边一对小夫妻，2016年结婚，50万买了个房，后来吵架离婚，21年房价最高的时候，110万脱手，一人分得50万。今年其中一方比较怀旧，花50万又给买回来了。第三个故事来自一桩官司，起因是这样：买卖双方签订交易合同后，客户看到房价还在跌，感觉自己买亏了，于是拒绝履行合同。合同约定符合法律规定，哪怕房子跌掉100万，违约还是违约，原告仍然可以要求被告履行合同。这样一来，原告亏律师费、诉讼费，亏房价下跌的部分，还得挂着违约金继续买房子。律师感慨，只要行情一来，就有几百个一模一样的案子涌向法院，法官都觉得案情过于雷同，开庭开的没必要。而这种行情已经来过好几波了，上一次大规模的违约案是17年，只不过跟今年的案情恰相反，原告被告掉了个个。后来原告买家知道赢不了，同意撤诉调解，甚至把原告律师费也给出了，以示诚意。原告业主于心不忍，也觉得房子降价了，应该让个几十万。就这样，双方重新签订合同，握手言和。最后律师说，这个案子我赢了，但是大家好像都输了。以上3个故事，有人悲从中来，有人喜出望外，每个人的境遇都跟房价起伏直接挂钩。那么中国房地产究竟发生了什么？2018年，经济学家高善文在山西证券一场分享会上说，我老了也财务自由了，只能静观其变。30岁以下的年轻人最可怜，如果我们这一次走错路，他们这辈子就可以洗洗睡了。时隔6年，高善文的担忧靴子还是落地了。12月3日，在国投证券的公开会议上，高善文讲到，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从21年开始，到现在还没有结束。差不多同一时间的11月24日，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付鹏在一场汇丰内部活动发表演讲，说道：“中国房地产涨了20年，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？凭良心讲，就是源源不断的年轻人前仆后继的买房子。其实早在今年9月，付鹏在凤凰湾区财经论坛就提过，中国人过去敢消费，并不是收入增加，而是房地产泡沫带来的财富效应。这次内部分享上，他更是一语道破，说千万不要把房子当成家庭财富，年轻人才是真正的财富，年轻人身上的杠杆才是真正的财富来源。那么中国的房子还要跌多久？接下来我就把高善文和付鹏的演讲结合在一起梳理一下。离我们最近的房地产泡沫破裂是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。08年底，美国金融机构大量注资，零利率量化宽松，联邦政府财政扩张，这才让经济吸收了次贷泡沫。高善文根据美国的案例得出2个结论：第一，泡沫破灭3到4年后，经济开始恢复增长，但是增长非常弱；第二，平均需要8到9年时间，经济增速才能回到破灭之前。因此，他对中国经济做出判断：2025年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，从经济下滑转向较弱增长，到2030年前后将会回到正常的增长水平。虽然高善文给出明确预测，但中国房地产的泡沫显然要复杂得多。要知道，08年的金融风暴只是单纯的房地产刺激贷款泡沫，并不是系统性的金融危机。08年的美国和21年的中国有一个核心变量大不相同，那就是人口结构。从这个变量入手，中国跟90年的日本则更为相似。从1990年到2020年，日本人口自然增长率一路下降，65岁以上的人口却一路走高。2022年，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的0.6%，这是自1960年之后第一次呈现负数。到了2023年，人口自然增长率直接跌到了负的1/1.48%。在往期节目当中，我们聊过，中国的老龄化和少子化仍在加剧。如果合理估算，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将在未来数十年之内复刻日本。1990年代初，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，经济出现大倒退，进入平成大萧条。此后的日本经济先后被人形容为失去10年、失去20年、失去30年，直到2020年代，经济才得以复苏。按照日本不动产经济研究所数据，截止2021年，日本首都圈的新房价格终于突破了1990年的泡沫巅峰位置。付鹏认为，日本之所以结束35年周期，是因为2战后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到了2012年前后陆续开始死亡，
而他们手中所积累的财富也开始以代际分配的方式重新进入市场，而年轻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了分蛋糕的机会。富鹏还拿自己的儿子举例子，说你去日本留学不用成绩多好，你只要嫁给贵族姑娘，咱参与分配就行。同样是有关年轻人的话题，高善文用数据给出了结论：疫情之后，年轻人占比越高的省份消费越差，老年人占比越高的省份消费反而越好。这个结论有悖于直觉，但是比较符合我们对周遭的体感。满大街都是生机勃勃的老年人、死气沉沉的年轻人以及生无可恋的中年人。究其原因，老年人退休金按时发放，稳定增长且高于通胀，可以继续搞夕阳红、跳广场舞。年轻人收入却大幅下降，甚至找不到工作，或者工作落差太大，所以纷纷节衣缩食，关灯吃面。还有个数据，1、2线城市的消费和二手房价格深度绑定，房价下跌越严重的地区，消费明显更差。因为买房人总体是年轻人，他们收入下降，没有消费能力，所以不敢消费，更不敢买房。以上种种迹象表明，中国正在重复日本的老路，要用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去填平泡沫破灭的大坑。从这个角度讲，2025年仅仅只是一个开始。虽然高善文预测比较乐观，但他还是捅破了泡沫破灭这层窗户纸。既然已经进入下行周期，那么年轻人租房还是买房就成了一个两难问题。很多人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说，当然是买房，因为租房是在替房东还房贷。你租房10年，孑然一身，房东却落下一套房。这个理由看似精明，但却有个巨大的漏洞。试想，你房东15年买房，你自己20年买房，你俩同样是还10年贷款，谁的损失更大呢？当然是你的损失更大，因为你买在泡沫高位。拿一套2线100米的房子举例，15年买，月供不到3000，20年买，利率高达6%，比庚子赔款的利息还高，月供更是来到了6、7千，比15年翻了2倍还要多。这个时候，你会觉得买房比租房划算吗？下行周期就更不用说了，上午买房，下午贬值。请问你是租房还是买房？2024年，全国重点城市接连开放限购，降低房贷利率，甚至把首付比例直接减半，降到了15%。这一系列政策跟08年非常相似，都是为了刺激消费，提振内需。房地产占中国经济30%上下，杠杆加到头的时候，意味着内需也到头了。上期节目聊中美贸易战，提到全球化支撑起中国的外部需求，那么内部需求是什么呢？富鹏说，某个踩缝纫机的地产大佬曾经说过，什么供应需求、土地开发、城镇化都是扯淡，就一句话，我们有庞大的80后。所以内部需求到底是啥？本质上就是人口债务和杠杆。根据中国历年人口出生数据，中国在解放后有过2次人口出生高峰。第一次是1962年到1975年，每年人口出生均超过2000万；第二次是1981年到1997年，同样每年超过2000万。按时间算，第一次高峰期的人口正好是80、90后的父辈。父辈迎着改革春风致富，他们的孩子到了新时代，结婚买房就能花3个钱。第一个是上一代的6个钱包，第二个是自己打工的收入，第三是金融机构给的杠杆。也就是说，2代人的财富加1代人的未来，支撑起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和庞大的内部需求。不难发现，过去20年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上涨主要建立在2个基础上：第一是人口红利，第二是杠杆的放大作用。现在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来当接盘侠，但是年轻人毕业即失业，接盘能力更是严重不足，说明这个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。接盘这个词儿不好听，但是非常恰当，因为中国的房子一开始就是金融产品，要从金融产品当中获得财富，就要充分换手。15年房东200万买的房子，20年600万卖给年轻人，房东成功换手，年轻人顺利接盘。这场交易中，房东获得了财富，年轻人背上了债务。富鹏说，就这么一换手，相当于年轻人未来40年的青春被人通过贷款折现拿走了。说到底，既得利益者的财富其实是另一批人的债务。现在的问题就在于，年轻人面临裁员降薪，根本就接不动这个盘了，而那些高位接盘的年轻人还要被套牢40年。房地产泡沫破裂，除了年轻人被套牢以外，地方债也同样陷入困境。很多人说内债不是债，但是富鹏调侃道，内债不是债，只要人还在，横批万税万税万万税，意思是本币债务就是面对居民的征税权。再翻译一下，房子的本质就是税。其实房子的本质和股票一样，最可怜的就是那批被套牢的人，逃走要割肉，不逃要还贷。当然也可以听胡编的，只要你不卖就割不到你。我觉得他这句话完全可以载入史册，因为他完美解释了啥叫软着陆。那么软着陆到底是什么呢？答案很明确，中产陨落。根据宏观经济数据显示，2019年是中国经济的顶峰期。2019年后的典型特征就是总需求曲线一直在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房价的涨势仍然没有停止，一直攀升到2021年才达到顶点。尽管2021这2年有疫情影响，但完全没有阻止人们的买房热情。更夸张的是，房地产市场很奇怪，所有人都是买涨不买跌，越涨他越敢买。
所以12年到22年这10年，商品房出售面积的大头全在后面这几年，也就是说，大部分人都买在泡沫顶端了。这其中还有巨量经营贷上车的，简直是一言难尽。当大多数人都买在高位，房地产市场一旦崩塌，中产阶级将会加速陨落。什么中产陨落3件套，孩子上国际学校，太太全职带娃，按揭住上大平层，这种以往被视为人中龙凤的时代宠儿，这2年也迅速被打回了原形。截止2024年底，房价已经从2021年的最高值下跌了30%。高层消费明显收缩，名包名表在中国的数据一个赛一个难看，中产和底层更是因为裁员降薪产生恐惧，直接消费降级。格隆汇数据显示，2023年末网约车司机的数量为633.4万人，而2020年才只有289.1万人。网约车的日均接单量从2020年末的23单暴跌至不到10单。同样严峻的还有外卖员行业，也因为从业人数激增，搞得顾客都快不够用了。此外，随着就业市场恶化，大量劳动人口选择返乡。在高尚文的演讲中，他认为泡沫破灭这3年，少统计了4700万个失业人口，也就是丧失了4700万个就业机会。要知道，中国房地产很大一部分增长来自乡村人口流入城市，而这些失业返乡的人原本应该是买房的重要力量。年轻人的接盘能力不足，虹吸人口失业返乡，唯独高位买房的中产在向下卷底层的岗位。可见，在真正的经济寒冬面前，什么都是假的，唯有房贷是真的。至于房价下跌到底是割肉离场，还是接着还贷，我想比这个问题更严重的恐怕是断供。我的建议是，如果有能力，尽可能的提前还贷，把杠杆降下来。如果因为房贷不敢吃不敢喝，那就得慎重考虑了。因为你节衣缩食还房贷，意味着没有任何抗风险能力。一旦有事儿发生，就只有断供这一条路。2017年全国断供房只有5000套，2019年来到50万套，2021年房地产市场由盛转衰，法拍房激增至160万套，2022年更是突破了300万套。截止24年8月份，可查到的断供房数量为350万套上下。350万套的断供房背后是350个支离破碎的家庭，但更为悲壮的是断供法拍的过程。被银行法拍的业主，拍卖所得往往不够覆盖贷款，首付、利息、房子都蒸发的情况下，还倒欠银行几十上百万。另一头是竞拍的客户，通常要在不看房的情况下出价购买，然后带着银行的工作人员去房子驱赶原业主腾房。在西方，许多借款人有抵押贷款保险，法拍金额不够偿还贷款全额时，保险公司要向银行支付差额。但在中国，只有不到0.5%的抵押贷款上了保险，再加上中国大部分地区并没有个人破产机制，所以断供等同于深渊。关于房子的具体问题，我们先聊到这儿。接下来就说说高善文和付鹏他俩都提到的问题。中国经济减速不是成长的烦恼，而是周期的压力。付鹏将世界经济的运行机制比喻为金字塔结构，最顶层是意识形态，中间是政治，底层是市场和资产。他直言，自从2016年川普当选美国总统，全球开始从左翼转向右翼化，标志着2战后形成的全球化秩序正在瓦解。付鹏的结论跟我上期聊中美贸易战的结论基本一致，里根所开启的全球化时代在川普手里将彻底终结。这其中有贸易逆差的原因，有地缘政治的原因，也有美国内部贫富差距的原因。如果想详细了解，请回看我上一期节目。右翼可以叫民粹，可以叫国家主义，可以叫爱国主义；极端右翼可以叫纳粹。付鹏拿家庭给右翼化打了个比方，非常传神。他说，在家庭里，女生是天生的右翼，而右翼有一个典型的特征，就是我没错，全是你的错。回顾川普过往的种种政策，以及他跟媒体撕逼的言论，他确实很像一个中年妇女，口头禅永远都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错就是嫁给你，美国最大的错就是跟中国做生意。在中文互联网上，人们一提到白左就开骂。既然聊到了大周期，我就来梳理一下左翼右翼它到底有啥区别。先说左翼，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白左，欧洲学术界左倾也是白左，左派支持平权，关心少数群体利益，关注同性恋、女性权益等。左翼也支持环境保护，支持动物权益，支持对不发达国家的支援，强调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责任，也强调人道主义。再来说右翼，右翼反对移民，反对难民，包括反对中国移民，反对多元文化，反对对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提供过度帮助，强调某国只属于某国人，强调某国的利益只属于某国的人民。是不是比较好奇，中国是左翼还是右翼？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，不过我们可以列一下主张：反黑人、反印度人、韩国人、日本人，甚至反对外国人来中国；反平权、反女权，反对社会责任，认为弱势群体过得不好，都怪他们自己能力差。不难发现，中国其实是一种广泛的右倾。
这也是很多华人喜欢川普的深层原因。这种深刻在基因里对强者的青睐，有时候连他们自己可能也很难说得清。简单来说，左派往往和平权、进步联系在一起，而右派则和保守主义联系在一起。那么反对白左其实就是反对平权、反对人道主义，甚至反对少数民族。当然，极左和极右都不可取，最佳的情况应该是左了右一点，右了左一点，在政治光谱当中取个平衡。如果一个人有同理心，对底层感同身受，就会天然地认同左派主张。可是，在中文语境里，多数人认为左派就是同理心泛滥，过分关心底层的百姓和少数派。大家已经养成了厌恶左派的习惯，甚至把白左描绘成变态、低能儿和伪君子。可这一切诋毁，最终只防住了中国人的同理心，以至于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一听到左派主张就反胃。当我们嘲笑白左博爱虚伪的时候，美国上来个川普，要向所有贸易国征收关税，要阻止一切第三世界的难民。我们反白左，反来反去，真上来个反白左的川普，大家都傻眼了。请问这算不算自我毁灭？好，我们回到房子的话题。日本90年泡沫破裂，正值全球化开端，整个世界朝着包容开放推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用了30年才迎来复苏。反观中国，如今面临的世界格局远比当年日本要复杂得多，正应了傅鹏的那句话：不仅内忧，还有外患。我们通常认为经济不增长甚至衰退才是房价下跌、日子难过的主要原因，但傅鹏认为这种想法是惯性思维。他提出假设说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经济不增长也可以很爽？中国经历30-40年改革开放，人们习惯了经济要增长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所有人都形成了惯性思维，老想着分工、努力、增长，想着离权力近一点，离资源近一点，我就多吃点。但是从来没想过，如果经济不增长，要怎么多吃蛋糕？参考前面提到的日本经济复苏，并不直接来自于经济增长，而是代际分配，老年人口集中死亡，年轻人得以参与再分配。傅鹏认为，中国人不理解这一点，是因为永远处于增长环节，从来没有参与过分配。目前中国的经济面临两头堵的难题，一头是供给过剩，另一头是有效需求不足。想要解决问题，必须提振内需。可是你再怎么刺激和鼓励，大家没钱消费也没用。所以提振内需只有一条出路，就是进行再分配。政府和居民之间再分配，贫富之间再分配，债务和杠杆之间再分配。如果不做，那就重走日本35年老路。秦晖教授有一个负福利理论，很好地解释了中国的分配逻辑。强势阶级在初始分配上占便宜，在2次分配上再占1次便宜；弱势群体在初始分配上吃1次亏，在2次分配上再吃1次亏。这种分配制度其实就是一种补贴强者的福利制度。傅鹏也讲到一个很直观的负福利例子，是说中国的居民杠杆率截止2024年1季度为64%，直逼发达国家。可是不同的是，中国作为低福利国家，实际的杠杆压力还包括教育、医疗、养老，这些都是无形的，不出事儿就不会显示在账面上。拿养老来说，日本在泡沫破灭之前，居民杠杆率一度达到67.5%，但是有赖于日本在70、80年代就建立了很好的福利机制，所以能做到先富后老，而中国只能未富先老。这个负福利理论放在房地产上也是一样的，房子靠换手一涨再涨，等于一批人短期内积累了债务，另一批人在短期内创造了财富。前者背上30年的贷款，后者替前者多享受了30年的人生，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富者恒富，穷者恒穷。经济学家魏佳宁说，不直接创造财富的群体，如果始终处于分配财富的有利位置上，而创造财富的群体又无法制约他们，那么其长期的结果一定是经济停滞和社会衰败，这就是东德解散和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。了解了负福利理论，不能说我们没参与过分配，而是参与了，分配到的是债务。在向强者分配这件事上，房子只是一个容器而已。房子是个家，是个窝，是财富象征，这些都只是容器的花纹罢了。所以于个体而言，千万别再对房子有执念了。真需要你就租，环境差你就租个好点的，否则一旦被套牢，你想挂牌周转，连个接盘侠都找不到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当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发现全是灯火阑珊处。21年中到24年底，房地产市场整整跌了3年。每个人都知道房子在贬值，但是每个人都不承认，好像大家都商量好了要把这个体面维持下去。网络语境也是一样，谁说不行，谁就是叛徒；谁说不行，谁就是不爱国。但真正可怕的，就像傅鹏说的那样，大家都不讲真实情况，到了关键时间点上，就会形成谬论型错误，到最后连决策层都做出错误判断，那可就完蛋了。我以前说防吹误国，但是在巨大的下行趋势面前，防吹又何尝不是掩耳盗铃呢？好，接下来进入观众问答环节。其实也不光是问答了，比较好的留言和观点，我在这里也分享出来。
第一位观众叫乔比特，他在上一期中美贸易战的视频底下留言说，非常赞成 UP 的观点，其实海两边问题差不多，一直以来赖以生存的经济发展路径遇到了阻碍，已经到了无法进行下去的状态，只能说我去外面给你们抢一块新的蛋糕回来，而不是让出自己兜里那块已经快把口袋撑爆的巨大份额。这位朋友说的直截了当，语言组织能力比我强得多。其实就是这样，就像付鹏说的，我们一直处于增长的惯性里面，从来没有参与过分配。但是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已经聊了分配的重要性。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参与分配了，而且是合理的分配，那就有可能像付鹏说的那样，就算不增长，我们也可以很爽。第二位朋友叫李昂，很满意，他在中美贸易战的视频下面留言说，这种通古精明事理、有理有据有节讲逻辑的视频，真的太难的了。UP 加油，非常引发思考。人类永远的优先级，优先做大蛋糕。N 次科技革命做不出来，科技不进步就抢蛋糕，贸易保护和战争，实在抢不动或者抢起来的成本大于收益了，最后实在不行再占那部分蛋糕。李昂很满意，我也很满意，谢谢你的支持和夸赞。科技创新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社会进步以及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，就是因为新科技、新产品可以有效地形成价格歧视，也就是一级定价权。比如说英伟达市值暴涨，就是因为它的 AI 芯片率先突破了科技瓶颈，所以它就获得了一级定价权，对其他的科技企业形成了价格歧视。再比如 SpaceX 的人形机器人，如果将来量产了，人人都像拥有小汽车一样拥有一台机器人的话，那么马斯克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定价权和价格歧视。我们往往把这种定价权形容为垄断，但是别忘了，科技和文明往往是结伴而行的。不管是个人、企业或者是国家，大家在参与分配的同时，也要参与创新和贡献。否则的话，就像李昂说的那样，我们很快就会回到抢蛋糕的野蛮状态。第三位网友外张在中美贸易战底下留言说，大哥，中国对美出口约占中国 GDP 的3%到4%，而美国对华出口仅占 GDP 的0.5%，美国仅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5%。你的观点从根本上就站不住脚啊！我查了一下这位网友所说的数据，是来自摩根大通中国投资部的一篇分析报道。但是这篇分析报告并不是为了证明中国对美出口占比小，所以不重要。相反，他通过数据提出了很多问题。比如最重要的一个是说，如果美国关税扩大范围，防止转口贸易咋办？说实话，中美之间的贸易，中国如果没有顺差的实惠，那相当于全部砍掉。如果就像川普说的那样，增加60%的关税，那还不如不出口。那如果中国对美出口完全砍掉，会发生什么状况呢？以2022年出口占比 GDP 20.79%来算，如果完全去掉对美出口的这4%的话，那么中国的出口会直接退到1993年的16.7%。我知道现在很多网友就是说，我们对美出口的占比份额没那么大，所以不重要，我们跟美国打贸易战随便打，对吧？可是呢，大家可能没关心一个数据，目前东南亚已经变成了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。可是东南亚并不是一个终端消费为主的经济体，我们出口到东南亚的所有的贸易产品，最终要通过转口再出口到欧美。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担心的，反而不是中美之间的贸易要不要加关税，而是转口贸易会不会也加关税，也要打架。第四个朋友阿凯 WON6594，他在中国问题那一期节目底下留言说，罗素的中国问题到底影响多大呢？看看日本，人家成功西化了，但是日本人有变成西方人的价值观吗？看起来是没有，所以中国失败的问题出在哪里呢？罗素的中国问题影响并不太大，他自身参与的也是英国政治。从长远来看，他的一些政治主张看上去还有点幼稚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白左圣母。不过他在中国问题这本书当中，对当时的中国充满了非常善意的期望，只是这些期望最终都没能成型。至于日本是否获得了西方人的价值观，这个问题并不重要。文明的内核有时候是相通的，比如中国人所讲的与民休息和西方的古典自由，这些观念在日本的体现就是地方自治。反过来讲，如果不与民休息，始终处于超英赶美的战备状态，把人当劈柴烧，这就是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。第五位朋友50宝驴在高层住宅那期影片底下留言说，我刚买的130平总高11层的5楼东端户，
不知道算不算未来被淘汰的高层住宅楼？130平，总高11层，算是地产公司宣传当中的洋房产品。相对于普通刚需款来说，已经属于改善型的豪宅了。我在那2期节目当中其实有提到过，拿古董打了个比方，本身就值钱的产品，就算大家一起贬值之后，它的价值仍然会比普通的产品价值高。可能在现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大家更关心的是房子到底跌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。我就趁着这个问题，在这里列一个简单的公式。现在大部分城市的房子已经跌掉了3成，甚至有的业主比较着急出手，腰斩他都愿意卖。所以很多人心里可能在打鼓，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抄底了，可以买房了呀？我建议大家不要抄这个底，因为你很可能抄底抄在半山腰上。在这儿我来列一个比较靠谱的计算公式，大家可以去套用一下。你所在的城市平均家庭年收入乘以15倍，就应该是那个城市房价的合理区间。一般核心家庭的成员也就2个人，那就按照当前城市人均年收入的2倍去计算家庭年收入。15倍的家庭年收入，也就是一个家庭15年的收入去买一套房，这个价格是一个合理的区间。因为全世界经历过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国家、地区和城市，基本上都回落到了一个正常的区间，而这个正常的区间就是家庭年收入的15倍。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和收入，房价一定不合理，一定有泡沫。有泡沫就一定会接着贬值，贬到什么时候为止呢？贬到与收入相匹配为止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你能耐心观看到这里，同样感谢近期给我充电打赏的朋友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